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问大家个问题啊，如果我告诉你，一个91岁从来没有正经学过一天编程的老爷爷，自己一个人只花了2天时间就搞定了一个功能非常复杂的管理系统，你信吗？你没听错啊，这个不是写一个 Hello World 是吧？是那种给公司用的，有数据库、用户管理、有报表生成甚至还能扫码注册的这种专业级的 App。那这个事听起来是不是比科幻片还有点科幻但它不仅100%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故事的背后呢，还隐藏着一个可能颠覆你对技术、对文科生甚至对我们每个人未来价值认知的巨大秘密。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专门带你拨开 AI 迷雾，看清科技浪潮的博主。今天我们准备好你的大脑我们来深扒一下这个故事，看看在 AI 时代，我们普通人真正的机会它到底在哪好吧，故事呢，这个要从国外一个很火的科技大佬的博客叫 Linus Newsletter 说起。前段时间上面有篇文章就直接刷屏了，标题大概是一个91岁的老人如何用氛围编程搞定了复杂应用。那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角91岁的 John Blackman 老爷子。这个老爷子遇到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他所在的教会经常呢搞一些社区活动比如免费给社区居民理发配眼镜甚至免费更换汽车机油和滤芯等等，发放免费食物等这些活动当然非常好了，但是组织起来是特别麻烦，谁参加过什么项目需要什么资源，志愿者怎么安排等等，全靠纸和笔，简直是一团乱麻。那换作是你我可能会想凑着办是吧？但是老爷子不，他想呢，我得用科技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他的孙子这里得夸一句真是个好孙子在他孙子指点下呢，他开始接触了像 Cloud 和 Replit 这样的 AI 工具，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老爷子呢，用自己手写的一些流程和想法，直接就喂给了 AI， 跟他对话。2天仅仅2天时间，一个管理系统的原型就跑起来了。后来他又花了2-3周的时间呢，不断的和 AI 沟通、调试、增加功能。然后这个 App 的功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它是一个多租户系统意味着不同的教会可以同时使用，数据呢互不干扰。它可以让社区成员呢通过扫描传单上的2维码，就可以提前注册。你如果想换机油是吧？输入一下你汽车的 VIN 码，系统呢就会自动告诉你需要什么型号的机油和滤清器，然后呢自动生成采购清单。活动当天它还能给每一个参与者打一张专属的 passport 上面有你报名的所有服务。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学生的课后作业这是一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非常专业的 SaaS 系统了。讲到这儿我插一句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老爷子懂流程。做过企业这种系统开发的人都知道这个流程的梳理和重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甚至超过了代码本身如果代码有 bug 对吧？那我们可以修改起来，问题不大。但如果流程搞错了，那整个架构就要拆掉是吧？所以这个老爷子厉害的地方也就在这儿。看到这儿这个我跟你们一样满脑都是问号，这个老爷子到底是什么神仙呢？于是我们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老爷子的个人主页，这一看信息量更大了。我发现这个故事远比前面讲的这个 AI 魔法要深刻的多你可能会想这是不是因为 AI 太牛了，或者是因为他有个好孙子？别笑这不是郭德纲西征记里面那孙子有个好孙子当然是原因，但绝对不是核心原因。我们深挖了他的职业背景之后我发现这个真相才是这个故事里最震撼的部分。首先最颠覆认知的一点，这个 John 老爷子他压根儿就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连电脑开关机都费劲的零基础小白。恰恰相反，他是一位终身的技术学习者和系统思考者。大家可以看看他的履历1955年那是一个春天他还是一个蓝图操作员，时薪1.55刀。
到了70年代，同事们还在用计算尺的时候，他已经率先运用了德州仪器的计算器。80年代，他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去学习航空电子技术，接触到了最早的个人电脑。后来呢，他重返老东家啊，在80年代末呢，公司大部分人还不知道啊 CAD 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已经自学了 AutoCAD， 并且帮助这个整个公司实施了电脑辅助设计系统。甚至听好了为了兼容旧系统他自己还编写了计算机代码。这还没完呢，老爷子退休之后又被请回去参加了这个堪萨斯的这个 Google Fabric 计划，也就是谷歌的光纤项目。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轨迹是吧？从手绘蓝图到数字计算机从个人电脑到CAD 系统，再到光纤网络，最后到今天的 AI 人工智能。这老爷子这一辈子就没掉下过任何一个技术时代的列车，所以他能用好 AI， 这不是一个90岁老人突然开窍了是吧？而是在长达70年的这个职业生涯里面那种主动的拥抱新技术，并且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思维模式，一种必然的爆发。好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同样关键，就像有的网友在评论里说的一语中的是什么呢？首先你得有一个90岁还不糊涂的大脑，不然 AI 也只能干瞪眼。这句话太精辟了。约翰老爷子的大脑就是那种最优秀的总设计师，他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把一个复杂的需求呢拆解成一个一个 AI 能听懂的命令。而 AI 呢，就是那个能力最强的超级施工队，总设计师给图纸，施工队就疯狂的盖楼，两者完美配合，就创造了这个奇迹。所以约翰的成功等于什么呢？一个终身学习者的经验，加一个清晰结构化的大脑，再加上一个强大高效的 AI 工具，这三者是缺一不可。这儿我再补充两句即使你拥有上面3点，如果天天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和自己组织的那点利益，你懂的就是现在那几个70岁以上的老头，天天把世界搞得叫一个乱，是吧？好了，故事和分析都到这儿了最重要的部分来了。约翰老爷子的故事呢，到底跟我们这些普通人尤其是在技术圈里边好像是长期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的文科生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是太大了他用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时代真的来了，一个想法和表达的价值正在超越代码实现价值的这么一个时代。长期以来这个文科生好像就是没用因为文科生的想法嘛，无论多好，都隔着一堵叫代码的墙。他们不懂 C++， 不懂 Python 是吧？他们只能想却做不出来。但是现在呢， AI 正在用我们最熟悉的工具，也就是人类的语言来拆掉这堵墙。这意味着文科生长期训练的那些看似虚无缥缈的能力，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可以直接驱动生产力的这个硬技能。比如哪些技能呢？第一就是和 AI 高效沟通的能力。AI 的母语就是我们的母语你遣词造句的能力，你提问的精准度，你描述需求的丰富性，直接决定了 AI 产出的质量。从这个角度讲，一个优秀的作家可能比一个程序员更懂得如何与 AI 进行灵魂沟通。第二点就是对人的深刻理解。技术最终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人。所以约翰的 app 之所以好用，就是因为他懂社区里边这些人的真实需求。而文科教育像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他们核心的研究就是人，而这种共情和洞察力能让你找到真正的价值产品方向。所以第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结构化的思考能力别再以为只有理科生才有逻辑了我问你，写一篇逻辑严谨、论证充分的毕业论文难不难？那种提出论点、分段论证、层层递进，然后得出结论这个思考过程，它本身呢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结构化思考。而这种能力正是现在指挥 AI 让它完成复杂任务所需要的。所以你看
现在啊，在 AI 的加持下，你积累的对人的理解、你的沟通能力、你讲故事的能力，现在都可以通过 AI 这个工具变成产品、变成服务、变成实实在在的影响力。所以我知道啊，看到这儿呢，可能啊很多人都在弹幕里会问啊，博主你别吹了啊，AI 这么厉害，不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懒吗？你前两天还念麻省理工的论文的啊，以后我们的大脑都不思考了，甚至产生什么认知负债了，这难道是好事吗？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也确实是很多人对 AI 的最大担忧。但是你看，约翰老爷子的故事，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出乎意料的答案。他变懒了吗？没有啊，他不是变懒了，他是变聪明了，或者说呢，他得以以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在工作。那大家想一个核心问题啊，为了实现管理教会活动这个目标，约翰是不是必须要先花1年时间去学习 Python 的语法、数据库的原理、前端的框架呢？那在过去啊，是的，他必须学，要不然找别人。但是这个学习过程本身啊，对于他的最终目的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成本，或者是一种绕路。那现在呢 ，AI 让他可以绕过这个漫长繁琐，且不是对所有人都必须的这么个过程，直接聚焦到了整个项目的核心上，那就是什么呢？搞清楚我想要的什么，哎，以及验证我得到了什么。大家理解这个区别吗？这个不是懒惰啊，这是效率的极致，这不是认知能力的降级，而是认知焦点的这种跃迁啊。所以 AI 啊，没有让他放弃思考，而是让他把宝贵的91岁的高龄的这种大脑算力啊，从如何实现工具这种重复性的技术细节中解放出来了。哎，投入到了我到底要解决什么，怎样解决才最好的这个更高难度、充满创造性的这个思考当中。所以啊，这个才是 AIGC 时代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解放。所以啊 ，John Blackman 啊，老爷子的故事是一座灯塔，他在这种波涛汹涌的 AI 浪潮中啊，给我们每个人都照亮了一个清晰位置。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未来啊，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你会不会写那几行代码，而是你是否拥有一个清醒的大脑，一颗对世界，对不起啊，充满了这种好奇的心，或者一份呢想要解决这种真实问题的这种热情和善意。所以你的专业、你的背景，在今天这个时代啊，都不再是束缚你的这个理由啊！你独特的个人经历，你对某个哪怕很小众的领域上的这种热爱和积累，恰恰是你最宝贵的 AI 无法取代的财富。现在呢，工具已经交到了我们每个人手上。那么呢，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呢？我觉得文科生的春天，或者说呢，我们每一个非技术背景普通人的春天，那是不是来了呢？非常期待啊，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想法啊。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呢对您有点想法、有点启发，别忘了啊，在我们下面点个超级点赞，并且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呢再聊点更好玩的，拜拜，再会。